坦布尔的第一顿饭，我们先来尝尝它的早餐，包括标配的2杯小红茶，一盘无限供应的面包，以及我们没有尝试过的 menemen， 可以理解成土耳其版的番茄炒蛋，里面有鸡蛋、番茄、青椒，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加肉和芝士等其他食材。不要被这个毫无食欲的卖相吓到，早上配面包吃还真挺开胃的。另外，这个蜂蜜奶油沾面包也很推荐，蜂蜜稍微有一点甜，但是奶油的奶香味十足。来的时候，这个格拉塔塔在维修，这个地方应该是看日落和俯瞰这个城市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行吧，如果去不了，也可以省了30欧。即使不能登塔，也不要辜负了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每一个晴天。我们一直下山走到了 Galata Port 和 Karakoy 区域，沿着海边散步，也可以走到著名的加拉塔大桥。而在这里的夕阳时分，城市的声音、渡轮的声音、海鸥的声音、宣礼塔的声音，都交织成一首灿烂辉煌的交响乐，像是有很长的故事要说，又像是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现在要去参观圣索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或者说它的土耳其语名字 Hagia Sophia， 就是我身后这个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的教堂。从最早查士丁尼在拜占庭帝国的时候建立了这座教堂作为基督教教堂，之后它在奥斯曼帝国又变成了一座清真寺，再后来到土耳其共和国的时候，它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到时至今日呢，它又变成了一座清真寺。所以我们作为游客去参观，目前是只能参观2楼的区域，而不能去1楼他们礼拜的区域，而且需要付25欧元的门票。虽然从免费变成需要门票是有一点点肉疼，但是就像如果去北京不去故宫，去巴黎不看铁塔一样，这座是这个城市，甚至说是这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和印记之一。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是否值得去让我们看一看呢？ Since the Hagia Sophia is now a mosque, Rika needs to cover her hair up. 走上2楼，最瞩目的就是拜占庭玻璃镶嵌壁画。镶有金箔的玻璃彰显着曾经东罗马帝国的富庶与宗教的鼎盛，就像左右分别站立着要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敬献给圣母与圣子的查士丁尼大帝和君士坦丁大帝。而如今，罗马帝国的荣耀早已退居一隅，沧海桑田后，圣索菲亚已经开始讲述新的故事，而它的每一次改变都牵动着这个国家的浮沉与风向。也许不变的，只有从这里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还和从前一样。
已经参观完大教堂出来了，虽然有一点遗憾不可以去1楼参观吧，但是2楼还是有一些马赛克的壁画可以看到，仔细看真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以前的艺术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虽然它可能不是最精美、装饰最漂亮或者规模最宏大，但它一定是那个最特别，在历史上，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我们在街边看到很多卖这种圆圈面包的，它好像叫 Simit， 然后我点了一个 Nutella Simit， 里面就是巧克力酱，它有点像bagel那样子，不过它感觉蛮硬的，很扎实，尝一下。好吃。要是他们这里感觉就把面包当饭吃，当零食吃，就是什么东西1日3餐都可以吃面包。他们就是这些坚果碎吧，应该是芝麻坚果碎，不错。我们现在到了 Hagia Sophia 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蓝色清真寺，这里的屋顶都是蓝色的，而且教堂里面也有一部分是用蓝色的瓷砖绘制，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它叫蓝色清真寺。然后进到清真寺里面都是需要戴头巾的，我建议女生可以戴一个像这样的围巾，然后你需要进去的时候你就把它，哎呀，你就把它一盖，然后一裹，就哒哒，很实用。土耳其的很多经典建筑设计，比如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和蓝色清真寺，都是出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著名建筑师西南以及师承他的门生之手。如今这些清真寺标志性的大穹顶与半穹顶的结构，其实一开始也受到了圣索菲亚这座基督教堂的启发，甚至于建筑师西南原本也是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很多时候，也许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正是因为这样的互相影响和借鉴，才让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异彩纷呈的建筑杰作。我们点了一个陶罐烤肉，没有想到原来这个烤肉还有附带一个表演，就是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他是如何去窑烧这个陶罐，然后烤肉。炸碎，所以它这么贵啊！最后就把这个陶罐给摔碎了，所以倒出来它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尝一下。我们点的是鸡肉，但它的鸡还是烤得很香，不会很柴。But it looks really nice. There's some mushrooms, some peppers, some chicken inside, and we're gonna eat it with the rice. Excellent.
actually look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e had for breakfast the other day. This one is slightly more chunky. 它看起来分量很小，但是其实很扎实。一般两个人最多点2个菜就已经顶天了的感觉。今天我们来探索这个叫做巴拉的区域，也是在欧洲区的老城区。在土耳其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里，最适合的就是 city walk 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街区叫做巴拉。是犹太人和希腊人聚居的一个街区，从这个房子和街道就可以看出来，这里的人非常喜欢的彩色，而且这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街区。在街上你会看到那种晾衣绳就横贯在那个街道中间，所以还是有很多的居民在这里居住。来这里逛的时候就不要打扰这里居民的生活。当然，在这个街区里也散落着很多的小咖啡店、小餐馆和一些很有设计感的服装店、饰品店，也值得好好的逛一逛。设想过的收外卖的方式还真有人这么做。今天早上我们起了个大早来这个 Ortaköy 清真寺。据说这里是看日出最好的地点，不过天气不似预期，不是每一天这个太阳都会眷顾我们。我们是在大概黎明的时候到这里的，天空还没有完全亮，然后桥上和清真寺还亮着灯的时候，还是蛮漂亮的。所以在伊斯坦布尔，如果幸运的话，也可以来这里看看是否能看到日出。我们现在到了欧洲区新城区的一个本地二手跳蚤市场，这个集市好像是只有每周五和周日才会开放。我们现在到了已经差不多是早上11点钟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本地人在这里面淘货和卖一些他们收藏的东西，感觉是一个非常复古的集市，所以我们也去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淘一淘。There's such a huge variety of items in here. Most of the artifacts are from decades ago,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newer collectible items. 我们在临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饼摊，有点像中国的煎饼果子，不过它里面是菠菜跟芝士，很好吃。因为它芝士给的很多。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vegetables we had in the past few days. It's all freshly made. You see these ladies rolling out the dough and then wrapping all the ingredients inside. 如果你去伊斯坦布尔的景点看到是非常盛大恢宏的历史，那在这种二手市场里，你看到的将会是一个非常市井、非常生活化的平民的历史。很多东西就像是一个个人的收藏品，一个私人的博物馆一样。而且因为伊斯坦布尔它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跟贸易交流的一个要道，里面那些东西不仅可以看到西方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一些东方的影响，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下午我们要来吃土耳其下午茶，据说土耳其的下午茶都是会甜出糖尿病的这种，但是看着那个橱窗里还是很漂亮，所以本着好奇心，我们还是来尝试一下。我点的这个叫做 sutlak， 它是凉的，其实是牛奶大米烤布丁，
然后 Jeffrey 点的是 baklava， 以及应该是开心果千层酥。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还不错哎，没有很甜，没有我想象中它会很甜甜齁的那种甜。相信我，亚洲人对甜品的最高评价就是它没有很甜。它上面一层就是有一些焦香的味道，但是下面这个布丁的部分就非常的细腻软糯，就像牛奶变做成布丁的这种口感，不错，这个可以试一下。I ordered a baklava, which is like a pistachio pie with a puff pastry skin on top. Even looking at this, you can see the syrup inside. It really looks super sweet. Let's see. Yup, as expected, it's ultra sweet. 是挺甜的，感觉吃2口就 OK 了。这个是店员最推荐的那个 baklava， 它里面有很多的果仁，所以非常的酥脆，但是甜也是真的甜。喝口茶冷静一下。不过这个也是应该是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的甜点了，下次尝一小块就好了。但是我刚刚看隔壁那个大哥把这整一盘都干完了，真的很厉害。There's a little bit of crunch from the pistachio, but yeah, the sweetness sort of overpowers everything. 这次来伊斯坦布尔，真的觉得所有的景点的门票都好贵啊。不过伊斯坦布尔确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免费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呢，不管你是在哪里，你只要找到一处海边，找一个晴天就可以体验到，那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看一场日落。我真的很难形容在这里看日落的那种奇妙的感觉，你会觉得仿佛这个城市真的变成了一个活过来的、很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在日落时分，有时候正好会听到全城的清真寺都会响起他们呼唤祷告的声音，那个场面真的很神圣、很庄严。那一刻你会觉得这里也许真的曾经会是神选择在人间停留的一个居所。就像我们来自东方，却和一个离我们距离很遥远的、身处欧亚连接处一个十字路口的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产生了一种灵魂共鸣和交集的感觉。我觉得对于伊斯坦布尔的日落，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很沉静的、很难以形容的氛围感。所以不管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每一个映入你眼睛的画面都充满了电影感，你都不知道应该把你此时的目光放到哪里。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伊斯坦布尔日落的一个感觉。这里的日落，我觉得很难通过影像来完全的呈现出来，你一定要亲眼来这里看一看。在欧洲区的最后一天，我们坐上一艘穿行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轮。在这一刻，只见大海里跳跃的鱼，天空上飞翔的海鸥，他们从不在乎这些宏大的叙事，好像这座城市的所有纠葛与纷争、兴衰与荣辱都可以消弭于金色的日光中。明天又将是一个新的伊斯坦布尔。
我们要从欧洲区的新城区搬到亚洲区的卡迪科区域。伊斯坦布尔的公共交通其实我觉得算蛮方便的，但是它的城区里，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山上，所以你就会不停的需要上山下山。不过上下山呢都可以坐缆车、地铁、电车，这些公共交通的接驳都比较方便。但是我们觉得比较扯的是，它这个公交卡它只能充到500里拉就顶天了，你就不能往上冲了。所以我们在很节省的和盘算我们的每一趟坐公交的次数。还有一个就是听说伊斯坦布尔打车会比较的载客，所以我们就没有尝试打车，而是选择坐缆车，然后再坐船去到卡迪科那边的码头。到了亚洲区，就有非常多美味又实惠的餐厅可以选择了。那第一站，我们先去尝尝土耳其版本的披萨 pide， 它的特点在于面饼是船的形状。我们选了偏荤的碎牛肉和偏素的蘑菇2种 pide， 与此搭配的是酸辣酱、紫甘蓝和酸萝卜这些小菜。本身是很好吃的，但是吃多了也会觉得稍微有点油腻，这时候加上一些小菜确实能起到中和的作用。饭后我们又尝试了一下另一道餐厅的常见甜点 Kunefe， 烘烤的酥脆的细面丝裹着中间层的奶酪，又浸泡在蜂蜜糖浆中，这是一道适合趁热吃的甜点，但是就不太适合在本身已经有很多芝士的 pide 之后品尝了。还意犹未尽的话，在土耳其街头还有一种听起来蛮新奇的小吃——蚌壳塞饭。这种创新的组合是将经过香料调味后的米饭塞进清口中，再淋上柠檬汁去腥提鲜。清口是可以按个数挑选的。一开始我们还只是想浅尝辄止，后面甚至有点遗憾点少了。晚餐呢，我们决定要去吃土耳其房东推荐的本地饺子。这个饺子在形状和口感上和中国饺子都像是亲戚，而更传统的土耳其小饺子看起来还会比这个更袖珍。但最抽象的还是这种酸奶拌饺子，上面还淋了油泼辣子的吃法。对我来说就有点难评，但是 Jeffrey 吃的还挺津津有味的。走在卡迪科的街头，是洋溢着与老城区截然不同的年轻活力的氛围的。无论是墙上的大幅涂鸦，还是到了晚上就挤满人的酒吧街，还有各种备受年轻人欢迎的新潮餐厅。但同时，这里又弥漫着念旧的情怀，人们会在各种二手店、古着店、古董店前驻足，隐约就像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书中所描述的呼愁的情绪。在这里，古老也可以等同于时髦。人们从旧中寻找慰藉，汲取能量，继续创造新的生活。在卡迪科的 Moda 区域，这一片呢非常完美的看到远处的海平线。就这边看到亚洲区，就能看到伊斯坦布尔比较现代跟摩登的一些大楼。我感觉在这边的海边散步就更有当地的社区感吧。在 Moda 的海边，我们还意外遇到了一个为猫咪开放的户外饭堂，应该也只有在以爱猫之城闻名的伊斯坦布尔，我们才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猫咪最早跟随海上繁忙的船只航行到这座城市，在这里定居和世代生活后，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城市已有20万只猫咪居民。这些享有充分自由度的喵星人，每个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模样、性格和生存哲学。
边也会看到居民为猫咪设置的住所、准备的水和食物。在每一个街区里，猫咪和人类不是互相依赖和索取的关系，它们更像是彼此尊重和照应的街坊朋友。如果没有这些猫咪们，我想伊斯坦布尔也会失去一部分的灵魂。我们又要来吃比较经典、比较传统的土耳其菜了。首先当然是有一大篮的面包，然后我们点的是鸡汤，算是一个餐前喝的汤。这边比较有名的其实是扁豆汤和羊肉汤，不过这两种汤我们两个都不太能接受它的味道，所以感觉还是这种鸡汤比较适合中国宝宝口味。中午我们点了一个鸡肉的，这个叫做 shish kebab。其实所有的烤肉它们都叫做 kebab， 街上比较常见的那种放在一个大的旋转烤架上那种就是 doner kebab。然后这种呢就叫做 shish kebab， 他们是串在一个烤串上面，然后烧烤，然后把肉切下来。但是这种就是需要你自己去组装这个卷，它会有这个面皮让你自己去把它卷起来吃。我觉得这个 shish kebab 的鸡肉比我们吃的 doner kebab 的鸡肉会更好吃一点，因为一般 doner kebab 它还会里面，它虽然说是鸡肉，但是它有时候里面也会放一些羊的脂肪、羊的油在里面，所以你即使点了一个鸡肉的 kebab， 它也会有羊肉味在里面。但是这个就是纯鸡肉的烤串烤出来的，外焦里嫩，推荐尝一下 shish kebab。在亚洲区，除了卡里口之外，另一个值得一去的区域就是乌斯库达。看过了最著名的海上少女塔之后，我们要前往库斯贡楚这个街区。今天我们在乌斯库达区域闲逛，然后好像误入了一个农场集市。这边的阿姨非常热情的在用土耳其语在跟我们推销他们的农产品，虽然我们听不太懂，然后他还给了我们试吃，所以我们最后买了一个菠菜煎饼，就是土耳其比较经典的那种叫什么Gözleme 这个东西，和一瓶他说是无糖的葡萄汁，这个50，这个30，感觉价格都不是很贵，所以可以尝试一下。库斯贡楚这条主街不是很长，但好像总有一样东西会吸引住过路人的目光，或许是历史悠久的房屋，一个安静看书的窗口，一个分享美食的阳台，又或者是设计精致的首饰、新鲜明亮的蔬果、咖啡的香气、蛋糕的甜蜜，有太多会羁绊住匆匆脚步的理由。现在有机会可以来尝试一下土耳其咖啡。Jeffrey 点的是薰衣草咖啡，正好看到路边就有卖薰衣草。这条街沿路下去都是小咖啡店，大家就坐在门口开始聊天，然后路边就是人来人往。这个场景谁知道是在伊斯坦布尔还是在巴黎啊？除了这些可能躺在凳子上的咪咪，让我们觉得哦，这里好像还是伊斯坦布尔。离开了慢节奏的库斯贡楚街区，我们要继续前往乌斯库达一个高处的清真寺，就是从欧洲区眺望亚洲区的时候一定会留意到的那个在山顶最显眼的清真寺。因为伊斯坦布尔堵车的交通，我们坐了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到了这个位于乌斯库达附近山顶上的查姆利扎清真寺。看一下这个规模，据说它是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
你真的走到了它的面前，才会感觉到人真的好渺小啊，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山顶也非常的冷。这个清真寺其实是几年前建好的，所以它也没有特别多的历史故事可讲。不过它的规模之宏大，还是走进来就能感觉到这种给人的扑面而来的震慑感。它的格局，我觉得跟蓝色清真寺和苏莱曼尼耶清真寺非常的相似，包括他们的用的配色，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这个柱子和它的挑高都比他们要高非常之多。如果来的比较早的话，清真寺下层还有一个伊斯兰文明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我们本来是计划想到山顶看日落，不过正好又碰到当天是大雾天气，雾中层层叠叠的城市反而像是海市蜃楼一样。伊斯坦布尔的旅行就到此结束啦。来到这个处在十字路口的城市，我们能看到它在时间与空间的节点上瞻望时所做出的取舍与平衡。它是复杂多面的，又是立体鲜活的。它的故事关于旧与新、东与西、猫与人、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这座在山海之间成长起来的城市，有如山一样拥有丰厚庄重的历史感，也像海一样充满流动不绝的生命力。很难用三言两语为它添上注解，但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注定是绝无仅有、无法复刻的。